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OS 的控制中心。控制中心这个话题呢，比上一期的通知中心要稍微简单一点了。但是这两个呢，是我们 iOS 操作系统在面向用户层面最常被用到的两个功能。在早年啊，就是有这个 Home 键啊，用这个触控 ID 的 iPhone 当中呢，通知中心跟控制中心就是两个一上一下的手势。通知中心是从屏幕上面往下拉，控制中心是从屏幕下面往上拉。那步入到了全面屏的时代以后，我们加入了面容 ID 的解锁，前面的主屏幕按钮呢已经被取消掉了。那怎么样返回主屏幕呢？那取而代之的是在屏幕正下方的一条横线，这条横线往上滑就是返回主屏幕。那这个操作其实就正好和之前的控制中心的调出方式完全重合了。那所以谁会被取代掉呢？当然控制中心的呼出方式就被取代掉了，你就不能再从下往上滑是控制中心了。那控制中心跑哪儿了？跑到了右上角。所以如果您用的是比较新款的全面屏的手机，是用面容 ID 刷脸解锁的话，那通知中心和控制中心就是您的屏幕的上面的两个角，左上角是通知中心，右上角是控制中心。也就是说，对于 iPhone 来讲，你的刘海的两边，刘海的左边显示的是这个手机运营商和这个信号，不对，解锁之后是左边是显示的时间，右边是显示的电池和信号，对吧？所以时间的那边往下滑就是通知中心，信号那边、电池那边往下滑就是控制中心。那上一期我们讲到通知中心，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通知的总管那至于在下面还有什么这个通知摘要那个作为秘书的，这个是慢慢在迭代出来的功能。那右边往下滑的这个控制中心呢，你可以当成一个控制总管，也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很多的控制手机的功能，天然的都会放在手机的设置里面这个没问题，因为手机是从电脑脱胎而来的嘛。那么任何的电脑它都会有一个设置，比如说你从简单到设置一个时间日期，那再稍微复杂一点，你设置一个这个屏幕壁纸颜色等等等等就是某些功能的开关，连接 WiFi 电池等等等等，那都在设置里面。但是手机它作为一个随身携带的我们说人体的一个外置的器官，改变它的，因为它所要适应的你的生活环境就会比电脑要多得多得多。那对电脑来讲，你大概率上90%以上就是坐在桌子前面去用，你不太可能一边跑步一边捧着个电脑跑步吧？你也没有，其实有的时候也有，就是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有人捧个电脑在干活，这我也见到过，但是凤毛麟角，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那在这些场合里面，手机是家常便饭，所以对于这些场景，设计电脑的时候它是不用考虑的，但是设计手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考虑。那手机它既然是一个随身的设备，甚至连上厕所跟洗澡都想带着，那么它在一个人的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个人处于不同的生活场景下，那么它的设置就会发生改变。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了之后，那我就希望你的手机屏幕暗一点，最好呢那个白背景呢就会变成黑的，这一方面呢护眼，一方面呢一定程度的会少影响一点我的睡眠，少影响一点我的褪黑素的分泌，再一方面呢就是也给手机省点电节点能，对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深色模式。那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用深色模式，我可能可读性就下降了，看不清上面的一些细节了，屏幕上的一些细节了，而到了晚上你太亮反而会刺眼了。那这样的一个不同场景的变化，你就可能频繁的要去切换某一些设置跟开关。
当然，我讲的这个只是举个案例啊。至于那个深摄模式跟浅摄模式，你是可以用你所在地区的日出日落时间去自动变换的，但你也可以手动的去切换嘛。那如果你要手动切换的话，大家很容易就会想象得到，我点开设置，找到显示于亮度，然后再找到深色模式，再去改，这得多少步操作呀？但是如果我每天都要去进行一次或多次的更改的话，我把它放在外面，放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像一个电灯开关一样，啪一按深色，啪一按浅色，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当然你说更快的是用 Siri 啊，现在 Siri 可以像这种简单的改变手机设置的功能，它可以不联网，直接在本地就帮你干了，响应速度又快啊，结果还好，这个是另一回事。我们最习惯的是在我们工作当中，就是很多这个刚买新 iPhone 的用户要打开那个小圆点或者你们叫小白点都行了，反正就那个屏幕上那个虚拟的 Home 键嘛，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我是很讨厌用那个的。那但是有的时候你的顾客就是要这么做哈，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上班也忙，你一个人要对待好多人啊，那你要开就给你开吧，有空的时候会耐心的解释一下，你这一解释下去，你10分钟就没了，那其他顾客怎么办？是吧？很多时候其实人生包括工作的时候也是个取舍嘛，你真的忙，后面排那么长的队，你给他解释10分钟，这个也不太好，所以很多时候就你要开吧，那他就问你怎么开呢？一般我们都不会直接告诉他怎么开，在最忙的时候，我们就拿起他的手机，呼叫出 Siri， 然后说嘿 Siri 打开小白点，还好我的手机没响应，然后这个小白点就打开了啊，关闭也是一样的啊，非常之快啊。那这个是题外话啊，今天这个不重要，我们讲回控制中心。那像这些比较快捷的操作，你就可以都把它放在控制中心当中啊。最早呢，这个控制中心是不能够自定义的，也就是说，我出厂给你放了什么功能，你就能够用什么功能。比较传统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什么飞行模式，对吧？WiFi 跟蜂窝的开关，这个手电筒，然后这个计算器。还有什么倒数计时啊、静音模式、调音量、调屏幕亮度、快速打开相机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最早我们都直接放在控制中心的一些便捷的功能。所以当你的使用场景需要用到这些功能工具或者是一些开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很多的普通 iPhone 用户，最重要的是他得想得起来在这儿用。很多的普通用户其实他会陷入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视角当中，当他要完成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对他来说他又不是那么能够驾轻就熟的话，他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脑细胞再去想说，哎，我要实现的这个功能，它是不是在通知中心里有，或者在控制中心里有，就完全就像老鼠见了猫就定到那儿一样啊！这个是我见到的最多的场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为什么说很多人希望我做这个演示，我就不做呢？但我反复强调了，最重要的是我懒，这个无可厚非，这没别的说的啊，80%就是因为懒。如果想找点借口，就是你真的动手能力不行，你不想花一些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不以这个为乐，也不想研究它的话，其实我做了又能怎样呢？这个投入产出比是很低的啊，还不如咱们就不做。你哪怕不看我这张老脸，你只听我的声音，咱们就聊聊天。你多知道一点，知道完了跟没知道操作的时候完全一样，也挺好的啊。但最起码你知道了嘛，是吧？所以控制中心是做这个用的。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是控制中心的一个迭代。刚一开始是不能自定义的，那后来呢就可以自定义了。现在大家手头上的 iPhone， 你但凡还能打得开微信的，大概率上都能够自定义了，只是你知道跟不知道而已。那你不相信的话，你现在可以拿起你自己的 iPhone， 打开你 iPhone 里面的设置，在设置里面去找，一定会有一个叫做控制中心的。在那个控制中心里面，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叫做自定义控制中心。那么比较早的版本呢，就是上面有一堆功能，下面有一堆功能
啊，上面这堆功能前面是红色小圆圈，上面画一杠，就是删除。为什么？因为上面这一堆功能是你已经添加到控制中心里面的，而下面这一堆功能是前面一个绿色的加号，那就是说还没加到控制中心里面，但是你可以点一下那个绿色的加号，把它加进去的。所以如果之前不知道可以自定义控制中心，您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啊，打开你手机的设置控制中心，点自定义控制中心进去，去看一看那个绿色加号的有多少个，在这些绿色加号的功能列表当中，有没有一些是你觉得你的生活场景当中会频繁用得到的一些功能，而你没有把它加进来的？如果有的话，你直接把它加进来就好了。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屏幕录制。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把 iPhone 的屏幕操作都录制下来了，这个功能在哪儿呢？你要去这个什么软件里找，哪儿找，你累死你也找不着。它只有一个渠道，最起码我目前了解到的只有这一种方法能够实现，就是在自定义控制中心里面能够实现，而它默认就没给你加进来。你一定要手动的去在设置控制中心当中找到那个屏幕录制前面的绿色加号，点一下让它弄上去，然后你再拉下来控制中心，你才能够看到屏幕录制的这个小圆圈小按钮。那可能未来越来越多的功能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最新的 iOS 18的系统里面，也就是2024年的9月底将会带来的一波大的 iOS 的更新里面，就为控制中心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首先你不但可以去自定义的加入一些小按钮，而且呢你可以自由的去调节这些小按钮跟功能的大小，有些就是一个小圆的，有些你可以拉成一个长条，你可以变成一个竖长条，你还可以变成一个大方块，这些你都可以自定义了。而且有更多的第三方 App 跟辅助功能全都加入到了控制中心的行列，并且呢控制中心还可以分不同的场景了啊，大白话就是分不同的页面。你可以第一个页面专门控制网络，往上再一滑，第二个一整个页面就是专门控制你的智能家居，再往上一滑就是专门控制你的什么音乐、媒体等等等等。你可以完全的自由的去操控你控制中心的外观和功能还有样式。那这个其实马上啊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了。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加入这个软件测试计划啊，这个是在这个 develop.apple.com 这个网页上面，你去注册一下，把你的主 Apple ID 到这个开发者的网站上注册一下，注册完了之后，你再回到 iPhone 里面去找这个设置通用软件更新，你就会发现下面多了一个选项啊，就是更新测试版本、更新 beta 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更新还未发布的版本了。这个未发布的版本其实现在管理的越来越松了啊。早年其实要获取这个测试版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呢 ，Apple 推出了大众测试版，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加入测试版，来帮助 Apple 去提高这个操作系统的稳定性、抓 bug 等等等等啊。就你用测试版，其实这对公司有好处的，但是对你来说呢？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就因人而异了。如果你以玩这个东西为乐，那当然你享受其中，这是好处。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以它为乐啊，就是想让它老老实实的为你服务，那我强烈的不建议大家去升级到测试版，因为测试版它你可以虽然这个说法不对啊，但是对于普通用户，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测试版就是一个包含错误的版本，你大概率上一定会遇到错误，甚至有一些软件你根本用不了啊，所以普通用户不建议。如果你既是普通用户又想去弄怎么办呢？你弄个备用机去玩，主力机别升测试版。像我们家也是，我和我父母、我老婆、他父母，就是我们一大家子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升测试版的啊，其他人都没升啊，就是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自己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啊来去判断。
但是不管您升不升啊，我讲的这个自定义控制中心的功能到2024年的9月底就能够发出了。到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啊，再来去看一看你的控制中心，往下拉一下，你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编辑了。那这个就更直观了，就不需要到设置里面再去找了，直接拉下来之后，你就能看到编辑那小加号，就更直观，你马上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可以加的，可以自定义的。那这个也是软件迭代的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体现吧。好，那我们今天的控制中心就简单跟大家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